第二天吃完早餐，导游直接通知我们，因为所以第二天整个行程全部取消。最让我们傻眼就是整个区域，别人的佛手桥整个风和日丽啊，我们的佛手桥大家好，这里是简单生活。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中越岘港惠安5日游。中越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呢？大家快跟着我来一趟中越怀旧之旅。行程中相关资讯以及旅游路径 Google Maps 5天的连结都整理在影片下方，欢迎大家参考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还有影片不要忘了看到最后哦。我们这次选择跟团5天的行程，我依序用红橙绿蓝紫5个颜色来标示。我们从台湾搭虎航，大约2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岘港国际机场。因为是5去往回的班机哦，所以第一天的行程就是车上游览岘港街景跟吃晚餐，再来就回饭店休息。要来搭飞机了，这次搭乘的是虎航哦，这次刚好坐到第1排的位置哦，座位的深度很够。不过飞机上是没有电视荧幕可以看的哦。那旅行社有帮我们订餐，这次提供的是怀旧排骨饭，不过因为没有娱乐设施哦，所以2个半小时搭起来还挺久的。到达越南岘港机场了，机场的内部非常气派哦，沿路的看板都是当地最漂亮的景点，走过去整个心情好好，感觉不会输给桃园机场。还有通关从2楼下到1楼时是禁止拍摄的，毕竟越南还是共产国家，这点一定要注意。然后跟旅行团的好处就是可以走快速通关通道，走出机场外面有很多漂亮的装置艺术，大家可以趁着车还没有来之前在这边拍拍照。接下来要去岘港市区吃晚餐，从机场到岘港餐厅大概20分钟的车程。晚餐来岘港一家很有名的韩江花园海鲜餐厅，它就在韩江河边，你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夜景。餐厅的造景很有特色哦，有城市光廊，还有小型的黄金佛手桥。来这边不管是用餐或喝酒都很适合，而且呢，它的食材很不错，大厨也蛮会煮的，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接下来我们要在恒星酒店住2晚，它是岘港2023年最新开幕的套房酒店。一抵达饭店服务人员就会送上热毛巾跟迎宾饮料。饭店有很大的户外游泳池、健身中心跟儿童游戏区，大厅蛮低调奢华的。再来开箱这次入住1房1厅的房型，它有完整的厨房、餐厅、客厅跟卧室，住起来蛮舒服的哦，感觉很可以在这边 long stay。第二天吃完早餐，导游直接通知我们，因为台风的关系哦，所以第二天整个行程全部取消。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行程临时更改，只剩下米其林中餐厅、粤式按摩以及购物中心行程。第二天起床后，先到1楼餐厅吃早餐，早餐非常的澎湃哦，有现烤的面包、蛋糕、沙拉、水果，还有各种越南料理哦。这边的河粉还可以自己选配料，很有它自己的特色。结果才刚吃完早餐，导游就通知我们中越地区因为台风来袭，政府就直接宣布中越停班停课，所有的商店都停止营业，行程也一律取消哦。最让我们傻眼就是整个区域哦还大停电哦，我们不但没有地方可以去哦，而且还要再爬11层楼回到那个房间等候通知。爬到11楼，人整个瘫掉。不过还好2个小时后店就来了，但因为所有的店都没有开哦，景点也不能卖票，所以呢，导游直接让我们搭车去餐厅吃饭。还好餐厅有开。中午吃 Madame Lam 中越料理，它是一家米其林推荐餐厅，整体的布置很优雅哦，就像是一家漂亮的完美餐厅。
不过它的餐点也很棒诶，尤其是叉烧猪肉蔬菜米卷以及 Del Lake 烤鸡，非常有特色。吃完午餐，台风警报还是没有解除。那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自费去月式按摩啦。谢谢啊，但行李不用带走，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 SPA 店待了2个小时哦，出来后虽然警报有解除，但是景点还是关闭的状态。不过还好百货商场有恢复营业哦，所以大家就跟着导游去逛百货公司。我们在右手边这里就百货大楼公司。这家百货广场跟台湾的有点类似哦，但是它的2楼有一个很大的超市哦，有卖很多越南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包含椰子咖啡、麝香猫咖啡，甚至还有榴莲咖啡哦，还有很多越南腰果、巧克力跟芒果啊、干河粉等等，大家在里面都毛起来买哦。说真的哦，出来旅游难免有很多突发状况，没有办法按照你原先的旅游剧本走。这些意外状况让你的旅行哦不是那么的完美，可是会让你很难忘。是惠安哎，是惠安哎。晚餐回饭店餐厅吃粤式风味料理，尤其是这道椒盐炒小卷，真的好吃得不得了。很好吃。那个小卷，小卷。第3天的行程有五行山、印象惠安餐厅午餐、嘉南岛椰子船、惠安古镇、游船放水灯、惠安吃到饱晚餐以及惠安印象秀。晚上入住格兰德威罗酒店。昨天因为台风来搅局，所以导游决定重新安排往后3天的行程哦，让大家能够顺利跑完所有的景点。那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五行山，这边可以爬上去五行山看灵隐寺，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搭电梯。我们所在地水山是五行山最主要的观光景点，然后门票加搭电梯费用是45000越南盾。我们在这里叫水山，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哦，金木水火土。五行山是中越有名的佛教圣地哦，距离岘港市区非常近，大概15分钟车程就可以抵达。传说还有神仙来住过这里，古人用诗词“何处景色胜五行，不逊仙境是蓬莱”来形容这里的风景。水山的中心点是三台寺哦，可以从这里呢前往附近的洞穴景点。五行山上有许多寺庙跟佛塔，都是钟乳石洞的结构，依着山林建造。这边走下去就是灵隐寺，阶梯还蛮陡的哦，所以呢地形高高低低哦。来这边记得要穿上好走的鞋子。你没看我都是你滑下去会撞到我老公。我去哪里都会带着他。我们先参观那个小龙洞 ，OK 吗？然后就过来这边拜拜。悬空洞是水山最大的钟乳石洞，里面供奉着佛祖的神像，随着阳光照进洞穴，里面的气氛神圣庄严。岘港有3大灵隐寺，分别在山茶半岛、巴拿山以及五行山。五行山灵隐寺是一座200多年的古寺，古老的外观和灵性的氛围，能够让游客们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心灵平静的时光。再搭电梯上去。下来五行山，别忘了到山脚下的纪念品商店逛逛。那有些编织包很漂亮，很可爱。越南的纪念品都不贵，不过还是可以杀价。像我在这边花很多时间跟他杀价哦，1万2万越盾的杀，杀得超累了，结果还没成交。
后来回去算一算哦，1万越盾也才台币13元哦。所以来这边杀价，千万不要放感情。说真的啊，东西还是有喜欢比较重要啦。接下来要来嘉南岛吃粤式花蟹鲜虾海鲜痛风锅。餐厅的环境很不错哦，除了每个人都会赠送龙虾1只以外，它的花蟹还是吃到饱的哦。这是3点蟹啊。在这边吃完午餐以后，从这个桥走过去，可以搭统船。嘉南岛与惠安市相隔一条丘棚河，是一个宁静淳朴的村落。这条是丘棚河，丘棚河的两岸呢都是水椰子树。岛上的居民住的房子哦，是用竹子架高在河面上的茅草屋哦。那居民大多都是靠捕鱼为生哦，像我们搭的竹筒船就是他们的捕鱼船，船夫会带着我们2位旅客穿梭在椰林水道之中，可以轻松的欣赏自然生态，也可以体验钓螃蟹的乐趣。钓螃蟹丢下去，应该钓不到吧？你看那个超认真在走。诶，有人钓到，有人钓到。OK，讲好晕哦！还有回程时别忘了给辛苦的船夫小费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去逛惠安古镇。惠安古镇位于丘棚河下游，它是17、18世纪最繁忙的国际贸易港。但是在19世纪法国殖民者来开辟岘港为新港口，惠安就被取代了。不过还好这里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没有被过度的城市化，反而让惠安的建筑跟文化古迹成为最吸引人的旅游胜地。来到这里可以游船放水灯，搭3轮车逛逛街啦，然后再喝个咖啡。城府街是惠安古镇的主要道路，这里有许多中日法文化色彩的古城，它们完美的融合在这个古镇上，而且呢还各具特色，包含各式各样的华人会馆、传统的粤式建筑以及最热闹的日本桥，还有街上好多咖啡馆及商店也非常有趣哦。这些色彩缤纷的建筑都是16到18世纪留存下来的，建议有空可以找一间进去坐坐。这里很值得来玩哦，而且不会花你太多钱。来惠安古镇，记得一定要待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惠安古城被5颜6色的灯笼点缀的超级缤纷，每个灯笼都不太一样哦。来这里记得放慢步调，感受一下古老的文化气息跟这片异国美景。接下来要来游船咯，来到这里一定要体验游船放水灯。平安、幸福、安康、喜乐，平安快乐，股票赚大钱。在浪漫的夜色下，祈求平安跟幸福。晚餐来吃 Home Villa 单点吃到饱料理，我只能说越南料理不管怎么煮都还蛮适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好吃。吃完饭搭乘电瓶车要来去惠安文化主题公园看惠安印象秀。惠安印象主题公园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比较特别的是园区下午3点才开门哦。夜幕降临，园区内会亮起各种灯笼，建筑物和桥呢也都会打上灯光，非常的漂亮。
另外，园区内也有许多特色的商店跟餐厅。惠安印象秀是一出大型的舞台剧，整场秀带你回顾古城的历史流转，探索越南惠安田园市背后400年的历史故事。那剧中分为5个章节，精彩地描述了惠安的兴衰与美丽。接下来要回饭店休息了，我们接下来2天的家是格兰德威罗海洋度假酒店。第4天的行程，巴拿山太阳世界、佛手桥、法国村、IPAC 纪念公园、岘港龙桥跟美西沙滩。早餐有3个餐厅，分别是日式套餐、美式套餐跟自助百汇。我们第1天选择自助式早餐，这里也是晚上自助 buffet 的餐厅。早餐的种类超多，日式、西式、粤式，什么料理都有。当然别忘了点碗河粉来吃吃哦。接下来要来搭缆车，巴拿山缆车是全世界最长、海拔落差最大的缆车系统。巴拿山的景点分为上层、中层及下层。那我们这次从下层搭乘缆车，下层有缆车站及仿塑化皇城建筑的花园。今天天气又湿又冷不过还好有漂亮的长廊可以让我们走去搭缆车。因为缆车坡度很陡又很长，所以呢，会晕车的人建议要搭朝前进方向的座位比较不会晕车。缆车上到中层，中层有著名的佛手桥、爱情花园、酒窖以及灵应寺。结果一下缆车，别人的佛手桥整个风和日丽我们的佛手桥整个狂风暴雨。另外，巴拿山上也有另一座灵应寺，这里供奉着高达27公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周围云雾缭绕，庄严又让人平静。接下来到百年德贝酒窖躲雨，这座酒窖是法国人在1923年建造的，它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用来储存当时从法国进来的美酒。那现在进入酒窖需要收门票，但是可以兑换1杯葡萄酒。从酒窖的露台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爱情花园，不过天气好的时候记得要下去花园逛逛，然后再摆个芭蕾的姿势跟芭蕾少女合照哦。巴拿山上层有著名的法国村跟梦幻乐园。最早巴拿山是越南殖民法国时期由法国人所打造的度假村，后来殖民时代结束了，也就荒废了，一直到2007年才又重新开发。那走进法国村仿佛走入了另一个国度，包含大教堂等等美丽的村落建筑，充满着法式的风情到处都是完美的拍照景点。再加上2018年黄金佛手桥开始营业，巴拿山又再次成为度假胜地。午餐来巴拿山四季百汇的餐厅吃饭，用餐的人虽然很多，但用餐的环境不错又很宽敞。午餐每个人35万越盾就可以吃到台湾星级的 buffet， CP 值蛮高的。其实出国玩的时候，能够少少的钱有大享受，是人生中很爽快的时刻。午餐后来法国村梦幻室内游乐园，里面设施很多，包含自由落体、3D 电影、碰碰车，还有最著名的 Luge 户外滑车。尤其是遇到下雨天又湿又冷的时候，这里的人气就超高。而且不管是大小朋友，它都有游乐设施可以玩。接下来要参观 IPAC 纪念公园，大概40分钟车程。厉害它转弯怎么转？
2017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岘港举行，然后在龙桥的附近呢，就设立了一座 APEC 纪念公园。公园内有各国赠送的雕塑品，台湾也赠送了一件雕塑品，强调的是多元、和谐与共融。紧接着就是隔壁的龙桥，龙桥是跨越韩江的第7座桥梁，全长666公尺。那龙桥的附近也有一只龙头鱼尾象哦，看到这里大家都会想起新加坡知名的地标鱼尾狮。从龙头鱼尾象往里面走，就会来到情人索桥。情人桥位于韩江河畔哦，这里的商店有卖各种漂亮的锁，吸引许多情侣前来这边桥上挂锁，用来祝福自己的爱情。接下来去美西沙滩，沙滩绵延约有30公里长哦。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全世界6大美丽沙滩之一。除了来美西沙滩散步这里也很适合沙滩活动跟水上运动。对岸有高耸林立的星级酒店它也是美西沙滩的一大特色。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呢，沙滩、海水跟对接的高楼会形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第5天的行程，早上在度假村吃早餐加饭店设施，午餐烧肉屋火烤2吃，然后到山茶半岛、岘港粉红大教堂、韩江市场，最后在岘港机场搭飞机回台湾。起床先来饭店内享用早餐，今天选择日式寿喜烧套餐，因为是日本厨师所以口味非常到地，分量近乎午餐的等级然后服务非常好，如果住宿2晚以上可以留1天来这边吃日式早餐。它在2楼中央的长廊，免费提供越南传统服装奥黛，供你24个小时的租借服务。那房客可以在园区拍照，然后也可以穿出去游玩，然后再还回去。那度假村里面有免费的3轮车，服务人员会带着你穿梭在饭店竹林小径，超级好玩的。岘港最大的那个 casino 赌场，我们就是皇冠度假村、皇冠酒店那么它的饭店在这里的，这个是大门，然后环境里面非常的好，是因为现在房间的设备里面全部都是旧的，它总共有差不多22年的历史是大陆老板午餐来宴烧肉屋吃日式烧烤以及寿司无限单点吃到饱，每道料理第1轮就给你上好上满，而且都不错吃来到越南还有烧烤跟日本料理可以吃，满意。接下来我们来到山茶半岛跟岘港第3个灵应寺。灵应寺的正殿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殿外有18尊由白玉雕刻而成的罗汉像，然后全东南亚最高的观音像也在这里，高约70公尺，全部由大理石雕塑而成。岘港大教堂是在1923年法国殖民时期所兴建的哥德式天主教堂，经过几次整修以后，教堂的外观慢慢改成淡粉红色，后来大家就称它为粉红大教堂。
那一般天主教、基督教是不拿香拜拜的，但是来到教堂后方哦，可以看到有香跟香炉可以提供信徒拜拜，相当的特别哦。那也展现出中西融合的一面。韩江市场是岘港最大的传统市场，它位于韩江大桥附近，不仅仅是岘港当地人会去买菜购物的地方哦，各国的游客也会来这里逛逛。来这里哦，可以一次购齐你所需要的越南伴手礼。市场分为2个楼层，2楼主要是生活用品、鞋、奥黛、服饰等等。那1楼是吃的东西哦，腰果啊、夏威夷果、绿豆糕、椰子饼、咖啡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很漂亮的纪念品哦，手工编织包跟珍珠饰品，在这边都可以买得到，价格都不贵哦。但是来这边啊，还是要记得杀价比价，才不会买贵了。再来要回台湾咯，岘港机场出境后也有伴手礼跟纪念品免税店可以逛，有需要的可以在这边补货。至于来中越要买哪些伴手礼呢？影片最后会有提供介绍哦。然后在7号登机口的楼上也有指定信用卡免费的贵宾室可以休息，也提供很多的越南美食。那我们中越岘港5日游的介绍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再拜托帮忙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哦，谢谢。